欢迎观看胖天使疯狂跑题快乐保健小课堂。今天我被同事嫌弃了，理由呢是中午在休息室里面睡午觉的时候打呼噜声太大，于是他们贴了一个牌子在门口说肖大夫及宠物谢绝入内。后来可能是觉得不合适啊，太欺负人了，于是把宠物俩字给删了。胖天使对此是非常的愤恨且自卑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白吃一下睡觉打呼噜的是是非非。打呼噜学名叫打鼾，说的是在呼吸过程中气流通过气道遇到了不该有的阻塞产生的这个湍流和震动发出来的声音。人其实在清醒的时候也能完全模拟出呼噜声，就是所谓的这个猪哼哼这个。所以说古人用鼾声如雷来形容人睡得香，按照现代医学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打鼾，特别是那种非常响亮给人带来困扰的鼾声，本身就代表着严重的通气障碍。而更加可怕的就是类似于胖天使这样的呼噜声，打着打着突然停了，然后憋个10几秒左右，就跟没呼吸一样，然后突然一个特别大声的呼噜，感觉就跟诈尸还魂似的，吓唬人。这个呢有个学名叫 OSAS， 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接下来我们一一说明。先说气道为什么会被阻塞呀？平时日常清醒的时候，我们都站着，舌头呢好好的躺嘴里，软腭后面的悬雍垂挂在天上嘚嘚飘着，是不会产生气道阻塞的。但是睡着了就不一样了，特别是你平躺着的时候，舌头软腭悬雍垂因为重力的作用会向后下方气道里倾斜。特别是对于一些先天性小下颌的患者，这儿本身就小尤其明显，这种时候就可能直接塞住气道，影响呼吸了。除了这个姿势体位之外，还有很多继发的或者病理性的阻塞原因，比如说喝酒，或者用了毒麻药，或者说是过度劳累的时候，处于一个深睡眠状态，这种时候咽部的这个肌肉完全的松弛撑不住了，也会加重软组织的后坠。其他的呢，像是抽烟感冒过敏性鼻炎或者喝水太少这种的，都会出现像黏膜水肿或者大量的粘性分泌物，这种时候气道会变窄，当然也会造成阻塞。再有呢，就是跟胖天使一样的常见原因，胖。脖子里头肉太多，平躺着正面从上往下压迫，侧面从外往里赘肉，把舌头往气道里推。所以说胖子真的是很悲哀的，白天被别人嫌弃，晚上睡着了连自己都嫌弃。严重的时候就像胖天使这样，呼吸道被完全堵住了，不能通气，10几秒之后由于缺氧猛然醒过来，再一阵急促的喘气，然后往复这个循环，这就是 OSAS。我们说长期的间断缺氧睡眠是非常影响健康的且不说这个睡眠质量下降，还有白天精力受限，还有一系列的血管的内皮损伤诱导炎性凋亡反应、高血压、心脏病，甚至加速脑死亡等等。而且一旦真的合并了其他的呼吸系统疾病，那绝对是雪上加霜。以自己来说胖天使冬天经常得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犯病的时候那真的是整晚上都躺不下来，有的时候甚至就是坐着睡一整夜，那时候真觉得一条命已经去了7、8分了。这个时候你再一看，居然还有同学在白嫖明天可能就再也看不见我了，你们真的忍心吗？说完这个打鼾的原因了，我们来谈谈怎么治。首当其冲的还是让我们先把医疗之外的东西做好，生活习惯呗，不抽烟不酗酒，规律生活，避免过度劳累。你说自己工作或者生活所迫实在做不到，那咱们就退而求其次，改变一个睡觉的体位。平躺着最容易折后坠了，枕头垫高了，以前讲过又容易损伤颈椎，那咱们就侧卧着睡。你说后坠就后坠吧，起码把上面一半的气道露出来，别堵死了。至于说这个俯卧位，其实对于通气是很好的，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睡着不舒服，难以维持。再有呢，减肥虽然胖天使自己极难做到吧，我国曾经做过超过50万例患者的调查研究，报告指出来 BMI 每增加1腰围每增加1厘米，习惯性打鼾的风险分别增加19%和6%。瘦子的快乐你不懂当然我也不懂。顺便说一句，在这个报告里还特别提了一嘴，我国男性的总体打鼾概率是27%，女性才有15%这可能是跟吸烟、酗酒等不良习惯直接相关的。我们针对打鼾的主动干预还能有什么呢？可以做操就像当时我们讲富贵包那一节的时候说做广播体操一样。由于这个肌肉松弛导致的舌咽后坠是可以通过长时间的口腔面部锻炼来改善肌力的。这东西其实网上有标准教程也可以大家去医院挂个号问。差不多呢就是每天练半个钟头左右，以这个舌头和面部为主。舌头就是用力向前伸，然后向前向上顶这个颚部来舔鼻尖够不着，还有像什么张大嘴鼓腮帮子用力吞咽等等。闲着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做，比如说领导让你去开一个什么特别无聊的破会，你就用心操练起来，一会儿伸伸舌头，一会儿打个哈欠一会儿呢你就会发现你死了。还有呢，我们可以在一些感冒、哮喘、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这些疾病发作的时候，有目的性的用一些辅助治疗，比如说雾化吸入，
胖天使家里就常备雾化机器的，我自己一般用点什么艾泉乐呀、可必特、普米克令舒之类的。当然，其实啥都没有，你就拿生理盐水也是可以的。湿化气道本身就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其他的呢，比如说一些像福麻地碧液啊、金喉健喷雾剂，这个犯病的时候我是常备在床边的，都能够即刻的改善气道症状。再来就是针对一些真的重症欧萨斯患者，可能就需要辅助一些物理治疗了。比如说去耳鼻喉或者口腔科配一个口腔矫治器，它呢你戴上之后直接锁住你的下颌软组织位置，让它坠不下去。还有就是无创家用呼吸机了，叫 CPAP。你说啊，都用呼吸机了，那我不是天天跟 ICU 似的，一只脚都上天了吗？其实刚好相反，用过的病友都表示，他睡起来其实精神可好了，主要就是因为呼吸道通畅了，不缺氧啊，睡眠质量自然就提高了。但是呢，无论是矫治器还是 CPAP， 佩戴这个东西本身就挺影响入睡的，特别是平时你就睡得浅还容易失眠的胖子，你再给他装一马轿子，那更睡不着了，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适应这个新装备。最后一招当然还是手术啊，胖天使建议平时打鼾比较厉害的，特别是已经有了欧萨斯症状的这个病友，最好能去当地的3甲医院呼吸睡眠中心或者耳鼻喉科正经的看看病，甚至做一个喉镜，评估一下你的腭咽部的状态，比如说有没有息肉啊或者畸形啊，有的情况是要通过手术解决的。比如说以前常见的一个叫悬雍垂腭咽成型，叫 UPPP 手术，当然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微创改良啊，比如说什么射频消融啊、激光辅助的 UPPP 等等。但是需要有一句话提示啊，即使是做了手术恢复良好，很多的病人手术之后仍然需要继续使用呼吸机来辅助睡眠。总结一下啊，胖天使打呼噜啊是病。为什么得病？虽然不抽烟不喝酒，但是平卧位啊，过劳肥，压力大，睡不好，会怎么样啊？缺氧乏力，精神萎靡，高血压，心脏病，脑死亡，挂啊！怎么治疗？规律生活，避免内卷，戒烟戒酒，一键3连啊！外加伸舌、鼓塞、减肥、跑步、侧卧、睡觉、雾化吸入、辅助通气，不行手术啊！希望广大打呼噜的病友都能够好好睡觉，不委屈自己，更别骚扰他人。这里是胖天使每天睡不好觉、晕晕乎乎的正形小课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